我怀孕3次，阿娘怀孕13次，可是还不够。怀孕生子是村里女子的本职，腐女村以生出女婴为荣，男婴为耻。100年以来，凡诞下的男婴皆被杀死，所以腐女村全是女人，没人见过男人。直到那天，我意外在后山发现一个人，他好像是个男人。黑漆漆的雨夜上山，总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我开始拼命跑，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脸上，身后的喘息声越来越大。就是现在，抓住藤蔓，跃到河流对向，在山洞趴下。对面的人影似乎没有察觉，继续向山上追着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摸向口袋，东西呢？探出身子去洞口的浅水洼沟时，习惯性地瞥了眼水面，瞬间僵住了。后上方的石块上，一个人蹲在那，对着我斜斜地笑着。啊啊啊！我从床上坐起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又是这个梦。阿娘挺着大肚子走进来了，端着一碗气味刺鼻的烧瓜汤，楠楠又做噩梦了。来，喝点汤。阿娘，我不想喝烧瓜汤了，我不想怀孕了。啪一个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，怀孕生子是我们腐女村女子的本分，你这大逆不道的话别再说了。腐女村位于2座大山的夹缝处，戒备森严，隐居避世，而我早想逃离这个从小长大的愚昧村子，逃离这压抑的氛围，这孤僻的村民和那喝完就会头疼的烧瓜汤。我捂着红起来的脸，拖延道：阿娘，我快来月事了，下次我再喝。楠楠，你别怪娘，娘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到现在才只生了2个女娃呀。在腐女村生够8个女孩才能进腐女堂，不然就只能在村里干低等下贱的活。我安抚地拍着阿娘的肩膀，搀扶她回去。外面突然雷声大作，闪电像蜘蛛网一样遍布天空，石块大的雨点开始砸下来。阿娘被惊到，捂着肚子，不停喊着疼啊疼啊，怕是要早产。我淋雨跑到药堂，却不能入内，前山发生泥石流了，药堂的人都去支援了。后山上有草药，可那个梦让我忍不住想退缩，脑海中浮现母亲疼痛的样子，还是硬着头皮偷偷上山了。我不能看着阿娘出事。听说后山上有怪物，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越往上走古怪的声响便越多。咕嘎一声古怪的鸟叫，惊得我慌不择路的快跑，猛地被绊倒，地上躺着一个人，好像是个浑身是血的死人。忍住尖叫，调转方向跑开，再看周围，树林似乎都变形了，身后好似真有脚步声传来。转身一看，竟真有一个人影在我后面追着，我开始疯狂地向前跑。突然我的后脑勺一阵剧痛，好似被重物击中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瘫倒在地。闭眼前看见那人朝我走过来，再睁眼是在家里的炕上，阿娘正安稳地在旁边嗅小孩的肚兜。娘，孩子保住了吗？我怎么在家？阿娘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孩子好好的呀，不在家在哪？又做噩梦了吗？我摸了摸后脑勺，没有血迹，难道真是梦？娘，男人长什么样呀？阿娘神色紧张地拍了拍我的嘴，不该知道的别瞎打听。在腐女村说男人是忌讳，书本上写了，男子怪物也，残暴狡诈善伪装，是面目可怕狰狞的怪兽。村中妇女若诞下男婴，则全部杀死，所以腐女村里全都是女人，没人见过男人。但我觉得在梦里遇见的那个死人好像是个男人。我转头看着阿娘，迫不及待想和阿娘说起那个男人。娘，我好像突然发现阿娘的衣襟上黄色的斑点竖起，我呆呆地看着，难道阿娘也上山了？追我的那个人影难道是阿娘吗？阿娘疑惑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了？好像有点想你了，阿娘。那今晚阿娘和你一起睡。我乖巧地点头，内心却一阵猜疑，阿娘为什么要骗我？深夜困乏，我翻身侧躺，阿娘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赶紧闭紧虚睁的眼睛，浑身紧绷，止不住地瞎想，这个人真的是我阿娘吗？暴雨倾盆，厚重的云挡住正午的太阳，遮天蔽日的黑。我给阿娘熬了养生粥，粥里被我加了东西，看着阿娘喝过睡下后，我又溜进了后山。我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究竟是梦还是真的，既然有人能进山，或许后山真有能通往外界的路。凭借梦中的记忆，我不断向上走，那个怪人竟果真还在原地躺着。我围上面巾，壮着胆子上前，竟还有鼻息，是个活的男人。犹豫再三，还是把人拖进附近的山洞，架起小火堆，摸了摸这人身上的口袋，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：你在干什么？昨日夜色浓，虚晃的没看清，没想到此人长相着实清秀，眼神里也并无凶恶之意。我迅速抽出根火棍架在他脖子上，说：你是哪来的？这人眼里的慌张显而易见，别冲动，我是从江城来这腐女村旅游的。滚烫的火棍又近1寸，说实话，来这干嘛？哎呀，我说进腐女村来这巡神要烧瓜的，不小心从山上滚下来。烧瓜的确是腐女堂才能有的神药，那你怎么出去呢？说你是不是知道出山的路？可嗨，我的确是知道，可我的病若是没有烧瓜，恐怕没法走出去了。男人猛地剧烈咳嗽，然后偷偷瞥向我。我带你进村找烧瓜，你带我走出这大山，如何？男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好，我叫福生，
合作愉快。思南，咔嚓，远处雷声大作，前山山石滚落。我带着浮生走下山的小路，爬上高树后，利用藤蔓荡到河流对向的围墙。天彻底黑了，只有月光若隐若现，从围墙到屋檐后这一段没有丝毫遮挡。我拍了拍浮生肩膀，低声说：“一定要快，逃！”我们犹如两支箭奔射而出。站住！什么人在这乱跑？一道尖利的女声响起。坏了！我示意迟生继续往屋檐后墙跑去，我则转头迎向了来者，竟是阿娘。阿娘，这么晚你怎么出来了？药效竟然这么快就过了。是思南呀，还有一个人呢。我刚刚看见两个人影。阿娘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说罢便向后走去。我有些急，扯住她，黑暗中她的神色阴沉不定。阿娘，肯定是天黑你看错了。阿娘甩开我的手，直愣愣地走到屋檐后。嘿嘿，外婆，是我在这。竟然是我的大女儿依依。浮生不知所踪。原来是依依啊，那你这么紧张干嘛？阿娘眼珠一转盯向我。我挠了挠头，这不是怕你训我，雨天带人出来玩，我送你回去。阿娘，依依快回腐女堂吧。依依才6岁，未满18岁的女子每日都要宿在腐女堂，直到怀孕后才能在村内有自己的房子。我打着伞，搀扶着阿娘。楠，别像以前一样老想着出去了，在村里也挺好的。听村里人说，阿娘年轻时就是村里最漂亮的美人，也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，现在却斥责我想出村的想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阿娘。楠，有一种怪物善伪装，狡诈，就是男人。这怪物往往会以爱为理由，以你是唯一妻子为借口，要带你离开，你一定不要轻信，会带来祸端的。阿娘紧紧地攥着我的胳膊，眼睛里透露出恨意。我点了点头，并不相信阿娘的话，但我怀疑阿娘是否知道些什么。回到屋子内，摘掉面巾，插好屋子的木门栓。浮生，地窖传来声响。思南，我在这，一个小女孩把我带过来的。刚刚那是你阿娘吗？可是我看她不像即将临盆的样子。是的，阿娘下个月才是预产期，可暴雨下不了这么久，等雨停了，到时候再想出去，可就比登天还难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催产的草药，明天就行动。我拉开地窖的门，将浮生拖上来。他看见我的模样后，突然异常激动，紧紧握住我的肩膀。你，兰，我的妻子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我推开他的手臂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妻子。浮生涕泗横流，神情真挚，不会错的。找了这么多地方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我不要烧瓜了，现在就带你离开这。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母亲刚刚的警告。咚咚咚，屋外传来了敲门声。楠，开门，是我。浮生躲起来，我轻轻地打开门，母亲钳住我的胳膊，一把把我拽出，低声呵斥，不想被怪物发现就别乱动。他将我拽到他的屋子内，握着我的手，面色难掩悲伤。我的傻女儿，幸好我不放心去了趟，要不你就被那怪物迷了眼了，丢了性命。这怪物自那次你去后山便盯上你了，我把你带下来，时刻盯着，原以为雨季过了就没事了，但没想到他竟然还是缠上了你，让你将他带回村来了。竟全都对上了，我止不住心惊，难道阿娘当时是在救我？阿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带他进入内堂，这种怪物最怕神妖烧瓜了，而他们口中要采的烧瓜其实是我们腐女村的女子。阿娘突然指了指窗外，这怪物一般不会离你太远，你去看看。我凑到窗边，将窗帘拉开一条小缝，竟真有一个人趴在门外，向里看着，似乎是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的脑袋转过来，我急忙拉紧窗帘，凑到母亲身边，紧握住她的手。楠，你不是准备好催产的药吗？现在你们就将我推至腐女堂内堂，你要记住，在他服下烧瓜后，便会现出原形，那时候最是虚弱，你一定要亲手杀了他，否则这个怪物会一直缠着你。我内心有些愧疚，阿娘知道我的不轨之心，竟还这么帮我。给阿娘喝下药后，我克制住内心的恐惧，打开了门。浮生直愣愣地在门外等着，看见我后便焦急地说：兰，你和我都是这村外的人，这个女人说的话你不能信，她是骗你的，你信我。我从小在这长大，怎么可能是村外之人？这个怪物为了让我跟着他离开，可真是绞尽脑汁。此时屋子里已经传来阿娘的痛呼：浮生，你要想让我相信你，那咱们就还是按照原计划去偷烧瓜。他点点头。有了阿娘生子做掩护，我们顺利穿过外堂，只是内堂只允许产妇入内。见我面色焦急，浮生便打晕了2个女巡护，扒了他们的外衣披上。浮生的力气竟如此之大，若他真是怪物，我自己定然无法摆脱，必须尽快找到烧瓜。我开始向产房后奔去，阿娘告诉我，烧瓜田在产房后，门口有竹林的小院，无人看管。推门进去，一片黄油油的烧瓜田，我刚摘下一个，浮生突然捂住头，冲过来，双臂狠狠钳住我的肩膀，双目赤红，声音暴躁：兰，跟我走，快点，你答应我的。我怎么也推不开他，竟真如阿娘所说，这怪物受烧瓜影响，要化原形了。轻声安抚着浮生：你先把这烧瓜吃了，咱们再走。兰，这肯定是个陷阱，烧瓜恐怕是毒药，我就是受它影响才会这样的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就要向外拖。
怎么会？村里的女人每人都喝烧瓜汤，这个福生果真有问题。你放开我，这烧瓜汤我还喝过几次，你不吃我不会跟你走的。福生满脸焦急，还想说什么，我趁机将烧瓜塞进他嘴里。刚塞进，烧瓜就开始腐烂，无数爬虫从福生嘴里涌出。我的脑袋开始发胀，那种昏沉沉要爆炸的感觉又出现了。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阿娘在咒骂我的场景，还以为她会要你吗？还想逃出去？别想了，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，生了孩子以后就别老想出去了。阿娘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，窒息感迫使我得以清醒，睁开眼，福生正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，他目光凶狠，眼里的恨意不似作假，疯狂喊着：贱人，枉我当初救了你，还敢伤害我的妻子！我浑身使不上劲，想呼救却说不出话。砰的一声巨响后，福生逐渐松开我的脖子，向后转身。阿娘手里举着木块，颤颤巍巍地站着。啊！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打我！福生看到阿娘后，比之前更癫狂了。阿娘捂着肚子不断后退，退到墙根处瑟缩着。我趁机大口吸收着新鲜空气，想冲过去帮阿娘，却不成想福生一脚把我踹翻，头磕到地上，我陷入了昏迷。梦里似乎又出现了福生，只是这次他变了，十分温柔体贴。我亲昵地倚靠在他怀里。阿生，这龙纹双雕玉是我阿娘传给我的，以后就送给你保平安。福生亲昵地亲了亲我的额头。兰兰，你放心，你平安我就平安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突然背后一冷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寂寥无声。阿生，阿生，福生！我无助地大喊，但回应我的只有黑暗里无数阴暗潮湿的眼神，他们死死地盯着我，不断向我逼近。啊啊啊！我猛地被惊醒，是阿娘的惨叫声。抬起头，只见远处的福生一脸凶残，拿着一把刀，正慢慢地剥开阿娘的肚皮。阿娘苦苦哀求，不喜欢我也别伤害我女儿，求求你了，不会再缠着你了，让我们走吧，求求你了。我顾不得疼痛，捡起一根棍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。福生嘴角是血，我恨不得把你剥皮抽筋，你得死，你女儿更得死，一个都不留。阿娘的肚皮敞开，里面的婴孩被拽出，发出哇哇的啼哭。我越靠越近，阿娘好像看见我了，尽力大声说话来掩盖我行动的声响。放过楠楠吧，不要吃我女儿，如果一定要献祭才能摆脱你，那就吃我吧。福生用刀抵住阿娘的眉间，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？砰的一声，棍子断了，我敲击在福生脑袋上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睛里却闪着喜悦的光。兰兰，你醒了，等我把这个贱人处理好，我们就一起走吧。阿娘将烧瓜砸向福生，很快他便摇摇欲坠，迷失方向。我被阿娘扯着向远处跑去，逃离院子前，我转头看了一眼，这怪物轰然倒下前，脖子上挂的是龙纹双雕玉，那不是在梦里的吗？阿娘将我带回房子，蹙眉开始咒骂我，你这个废物，我不是让你在他吃烧瓜之后杀死他吗？他怎么一点伤都没受？我瑟缩在一旁，看着阿娘用烛火将针烧得滚烫，然后将肚皮缝起。阿娘，我太害怕了，那福生吃下烧瓜后变得虫蚁变身，力大无穷。这烧瓜究竟有什么作用？阿娘怔了怔，然后对着我笑着说道，这烧瓜还能有什么用啊？无非就是喝了它的汤能怀孕，吃了它能治病罢了。那你为何会知道烧瓜能克制这怪物？阿娘，我看他对你也是恨极了，莫非你之前见过他？阿娘的神情不变，怎么会？我怎么会见过？我向屋外退了2步，那我怎么在那怪物身上看见了我的玉佩？莫非他说的是真的？阿娘，你才是那个骗子！阿娘嗤笑了一声，还能是为什么？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。几年前你就曾在后山碰到过这怪物，那时他就以同样的借口欺骗你，可惜你一心想出去，所以像个傻子一样被他蒙骗，甚至把玉佩给了他，可他却一心只想利用你。他想要你的性命，要我们全村烧瓜女的性命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后山救出来，那时他便恨上我了吧？可你醒来便失去了这部分记忆，你若不信，可以在村里随便找人问问。没想到刚消停几年，你竟又想跑出去，你为了所谓的情爱，每次都闯出滔天大祸。楠楠，阿娘的命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呀！我有些惊讶，对不起，阿娘，是那怪物太会蛊惑人心，我不会再随便怀疑你了。楠楠，就算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可以千万别再相信那怪物了，烧瓜女就是那怪物的食物。我点了点头，现在能相信的也只有阿娘了。阿娘取出弓箭，楠楠，趁那怪物昏迷之际，你扮作我从后山逃走，不要管我，我去烧瓜田帮你把那怪物拦住，拼尽全力也要杀掉他。我流着泪梳好发髻，穿好阿娘的衣服，戴上面巾，捂着肚子便悄悄溜出去。我走得很快，可刚出房子拐角，胸口便一阵剧痛，一把刀插入后背，又被迅速拔出，一股腥甜涌上来，血液从喉咙喷出。是福生，这个怪物竟然这么快就赶来了。他高声喊道，贱人，别想跑！我侧身躲避，此时福生已跃起，举刀劈向我，一支箭从身后射过来，打乱了福生刀的方向，我得以闪身滚开。阿娘举弓出现在门侧，福生看向我，眼里有些震惊，怎么是你？阿娘箭筒里的箭支越来越少，可却未能伤福生分毫。不好，
只剩最后一只了，我得帮他。浮生，我是兰兰，不走吗？你不是想让我和你走吗？这个怪物果然上当了，他眼神里闪出星光，向我走来。可阿娘射出的箭仍被他轻松挡下，他转头看向阿娘，睚眦欲裂的模样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贱人，还想阻拦我？阿娘最后一支箭的箭头突然转了方向，以破竹之势向我冲来，其气势之凶远超其他，我仿佛被定住一般，不得动弹。眼见我即将被射中，浮生竟疾步越过来，挡在我面前，箭头扎入血肉之中，浮生发出痛苦的哀嚎。阿娘有些兴奋地大叫：楠楠，就是现在，快杀了他！我有些犹豫，他怎么会替我挡箭？阿娘大喊道：楠楠，快点！这怪物救你只是为了护食，他最是狡诈，会玩弄人心。我抽出腰间的尖刀，反手将刀扎入了浮生的心脏，他眼神里似乎有些不解和无奈，你为何还要相信这个骗子？我抹了妈脸上的血，反手又扎了一刀，不相信我阿娘，难道要相信你这个要杀我的怪物吗？血一股股的从浮生嘴里涌出，浮生睁大眼睛看着我，逐渐没了气息。透过他的眼珠，我发现了我和母亲狰狞的面目。轰！我的脑袋也支撑不住，倒下了。一个人搓着手在我面前显得有些拘谨。你真美，我就不会画这些。你也可以呀，我教你呀。我笑着走过去。你剑术也这么厉害吗？那个人似乎挺直了腰杆，只是眼神还有些怯懦。不算厉害，浮生才厉害呢，我让他教你怎么样？阿生哥，阿生。没有人回应我。从梦里钻出来的时候，天是亮着的，正房里没有人，但偏听传来人说话的声音。思南这次怎么睡了这么久？这是大姐姐的声音。那烧瓜虽然他以前吃过，但这次也吸食了不少，再加上挨了2刀，不比最初了，成天生龙活虎的想逃出去。以后还用看着他吗？一道清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外婆，你们快来看看，阿娘好像醒了，她的眼珠一直在动。是依依的声音。水，有水吗？我想喝水。依依端来水。楠楠，你可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了。阿娘，我抬头看了眼大姐姐。娘，我有点事就先走了，南妹你好好保重，依依和大姨出去玩。大姐姐把不停抗拒的依依拎走了。我有些焦急地问着：娘，浮生怎么样？阿娘抿了口茶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你不是已经把他杀了吗？尸体被我运到后山喂野猪了。那我是不是终于可以出去了？阿娘，不可以。我有些激动，为什么？楠楠，其实根本没有你所说的别的世界，也没有什么出山的路，那一切只不过是浮生那怪物几年前强塞给你的幻想。阿娘话音一转，而且那浮生早在几年前便被我们杀死过，没想到他这次竟然又活过来了。若你出后山，恐怕还会被他盯上，你连命也不要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绝望地躺在床上，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？我不会轻易相信的。待阿娘走后，我便爬起来，又找机会偷偷溜进了后山。一进后山，我便感觉好像有人在暗处盯着我，直到我回村后，这种感觉才消失。而阿娘每次都会默默在村子里看着我这种疯狂的举动。雨季一个又一个的过去了，我始终没能走出那座大山。阿娘开始逼迫我怀孕生子，可我不想，我把本应喝下的烧瓜汤偷偷倒掉，然后赤身躺在腐女堂的浴室内。温暖的氛围，迷人的香薰，让我忍不住昏昏欲睡。嘎吱，开门时带来的冷风让我打了个寒战。不对，这浴室怎么会还有一个暗门？一个大腹便便的黑影走了过来。呸呸，这次这个还好点，上次那个便宜货简直老得不成样了。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怎么这么粗，像个男人？难道是那怪物又来了吗？滑溜溜的油腻触感慢慢遍布全身，我僵硬的不敢动弹。哟，长得还行，这烧瓜女够滋味，就是每次都是那躺尸的样子。黑影一把抓住我的臀部，拖过去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在黑暗中疯狂挥舞着拳头，借助微弱的烛火，我看到了那人的模样。一个脸上布满皱纹的老男人，正用胳膊支撑他肥胖的身体，努力站起来，嘴里还不停叫嚣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的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刚拿起烛台，便从暗门涌入了很多腐女堂的巡护。他们拿起一个东西喷了2下，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又怀孕了，这是我的第3个孩子。阿娘，生孩子不靠烧瓜汤，是靠男人吗？那浮生还是不是怪物呀？依依倚靠在我怀里，瞪大眼看着我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谁告诉你的？我语气有些凶。依依低下头小声嘟囔着，不是阿娘你之前告诉我的吗？还说什么让我赶紧跑。是我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头又开始疼，喝了一碗阿娘给我配好的烧瓜汤药才堪堪止疼。今年的雪下得格外大，阿娘也受了风寒，至少等阿娘病好了，我再去找出路吧。日升日落，我已经生下7个孩子了，再生一个便也可以像姐姐们一样进入腐女堂了。阿娘已经老了，脾气也越发古怪了。我伺候了她好几年，可疾病还是让她卧床不起。药堂的医师来诊过，说她身体劳累过度，已是油尽灯枯之象。唉，她操劳一生，没想到最后竟是这般结局。想到这我就悲从心来。不远处，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，是依依。她大了，
快成年了，最近老是想偷偷跑到后山去，真不让我省心。回想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一样不让阿娘省心，竟那般轻易就让浮生那怪物欺骗，还好有阿娘。阿娘，阿娘，你快别绣花了，外婆找你呢，她快不行了。甄别了一下，扎进手指，滴出鲜红的血。我慌乱地走向不远处阿娘的房子，屋子里已经跪满很多人，为首的就是大姐姐。进去吧，楠楠，阿娘想见你。我跌跌撞撞扑到阿娘床前，握着阿娘孱弱的手，满眼心疼。娘，呜呜，你怎么样啊？别吓我呀！阿娘有些气若游丝，嗨嗨。楠楠，阿娘要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咱们村曾有一个女人，她不满村里的规则制度，于是数次跨越大山，不断出逃。终于一次，她侥幸逃出去了。她逃到了新世界，却因为穷困潦倒，过得更加艰苦。上天也怜悯她，让她遇到了一个男人。那男人博学多才，心地善良，而且对她也很好。她便将男人视为自己的丈夫。我心头一颤，突然回想起多年前我带进村的那个怪物。这是我和浮生的故事吗？阿娘咳嗽了几声，接着说道：男人带她回家休养照顾。可女人却从佣人嘴里意外得知，原来男人是有未婚妻的。她想去教训这个抢她丈夫的未婚妻，可去了才发现，那未婚妻是那么阳光明媚，身材纤细苗条，容貌娇嫩美丽。再看看她自己，因为生下多个孩子所导致的臃肿肥胖，因为操劳疲惫而导致的面色枯黄，甚至还有皱纹。她很嫉妒未婚妻所能拥有的一切，更嫉妒未婚妻所享受的男人的爱。于是她便以村里有神药烧瓜为借口，诓骗未婚妻。那天真的未婚妻竟真以为有什么神药能救命，她跟着女人翻山越岭来到村子。阿娘越说越难掩兴奋的神情，直到进村后，她才发现了真相。所谓的神药烧瓜，只是外界权贵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趣味而起的美名。未婚妻开始拼命的想逃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只能一次又一次被抓回，喂给她过量的烧瓜汤。烧瓜催眠致幻，而隐藏在瓜上的烧虫则会麻痹人的大脑，使人神经紊乱。久而久之，这未婚妻便失忆了，而那个女人便自称为未婚妻的母亲。我颤抖着站起来，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的话。阿娘，你是骗我的，你是不是骗我的？哈哈，宁兰给我当了10多年的狗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条狗了。你简直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好骗，轻易的就相信了我说的那些胡话。我揪起她的衣领，她虚弱的喘息着。唉，你都不知道为了这一刻我忍了多久。从你亲手杀了浮生那一刻，我便无比期待看见现在这一幕。我的头一阵阵剧痛，凌乱的片段不断闪现。我要杀了你！哈哈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杀了我，因为我就快死了，而你亲手杀死了来找你的浮生，断了自己唯一的生路。哈哈哈！我拿起屋子里的水果刀，刚对准他的喉咙，却发现他早已气绝了。整理好衣服，我走出了屋子。屋子外的所有人都抬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大姐姐走过来，凑到我的耳边，嘴角带笑：“你都知道了。”